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党键。开宗明义，这一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训练神经网络时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如何初始化神经网络中的权重和偏置呢？为了后面更好的理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神经网络。在第19集中，我们为大家讲解了前馈神经网络 Forward Neural Network，FNN， 使用的就是这幅图。神经网络由多个层组成，除去输入层和输出层，其他的层都叫做隐藏层，每一层都是由神经元组成。大型神经网络的层数可以达到数百层，神经元的数量可以超过数百亿个。还记得神经元的基本公式吗？我们再复习一下 ，Y 等于 F 大括号里面西格玛 i 从0到 n，Wi 乘以 xi。这个公式里面 xi 是神经元的输入， Wi 就是每个输入的权重， W0 也称之为 B， 是这里的偏置， Fx 是神经元的激活函数。我们在第21集中有专门的介绍过，常用的激活函数有 ReLU 函数、sigmoid 函数、tangent H 函数等等，它们的图像分别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和这样子的，请大家把图像的样子记住啊，我们等会会用得着的。好了，复习结束，进入正题。正题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忆一下第26集。第26集我们介绍了一个最简单的神经元的训练优化过程，采用的是梯度下降法。在这一集里面，这个神经元的初始值我们是直接给出来的，没有做任何的初始化，但是这么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网络中权重的初始值是能够决定整个网络能否收敛，是否能优化成功，或者说能不能从数据中学到东西的关键因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把网络中所有神经元的权重全部初始化为0，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再看一眼神经元的公式，当 Wi 都等于0，那么每个神经元激活函数的来值就都是0，也就是 F0。此时无论你激活函数是什么，每个神经元的激活函数输出的值，我们称之为激活值，就都是一样的值了。如果是 ReLU 函数或者 tangent H 函数，输出的激活值就是0，如果是 sigmoid 函数，激活值就是 0.5， 这时整个网络里所有的激活值就都变成一样的了。变成一样的有什么恐怖的后果吗？还记得随机梯度下降法吗？所有的激活值都一样，就意味着损失函数对每个权重球的偏导的值就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整个神经网络中所有权重的更新步伐、频率和大小就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网络就完全丧失了学习的能力，也就是对网络的训练就完全失效了。针对这种情况， AI 界就给出了一个术语，叫做对称性 Symmetry。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sigmoid 函数和 tangent H 函数的两侧曲线非常的平，也就是说它的导数接近于0，也就是说当在网络不同隐藏层中传递的激活值接近于0或者1的时候，对这条线的权重梯度就会更加接近于0，梯度为0，在更新权重的时候乘以步长，也就是学习率 Ada， 得到的也是一个接近于0的值，这就意味着网络中的权重无法更新了，也就是说学习就停止了，网络的训练就失败了。可见如何初始化神经网络的权重是一件绝对不能忽略的事情。但是转折来了，这个转折很重要。如何初始化神经网络的权重又是一件其实已经有定论的事情，所以无论你使用 PyTorch 还是 TensorFlow 构建神经网络的时候，这些深度学习库都会自动的为你构建的神经网络提供一个默认的权重初始化方式，你甚至不需要去特别的指定一个。因而很多 AI 工程师甚至不知道初始化方式居然有这么多的选项。在 AI 领域，前人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差不多证明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初始化权重，训练的效果才会更好。那就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看这些结论吧。一般情况下，神经网络权重初始化都采用随机初始化，就是网络里无论是哪个层，无论是哪个神经元，都随机的给一个数字。随机初始化的好处是可以打破网络的对称性，刚才有提过symmetry， 使得每个神经元都可以从数据中学到不同的特性，避免了神经元的冗余。不过吧，随机也有不同的随机啊，在权重初始化过程中，通常采用的随机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均匀分布的随机，比如一个网络有10000个权重，在-1到1的区间里随机的取值，这10000个权重的值落在-1到-0.8之间大概有1000个，落在0.4到0.6之间也差不多1000个。画成图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权重取不同值的数量基本上是均衡的，整体就像一条平直的线。另一种就是正态分布，同样的例子，还是这个神经网络10000个权重参数，还是-1到1区间里面随机的取值。正态分布情况下，如果标准差是 0.01， 那么权重的值落在-0.01和 0.01 之间大概就有6800个，落在 0.01 和 0.02 之间大概有1360个。画成图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看上去像一个中型，权重参数越是接近平均值，数量就越多，越远离平均值，数量就越少。这里正态分布的标准差就是控制这个图形高矮的指标，标准差越小，这个图形就越高而尖，标准差越大，这个图形就越扁而平。随机初始化是挺好的，但是接着问题又来了，对于均匀分布，我们是取-1到1之间的均匀分布呢，还是取-100到100之间的均匀分布呢？这两个随机分布下的初始化权重值可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另外，对于正态分布，我们是用标准差是 0.01 的正态分布呢，还是用标准差是100的正态分布呢？这两者也是千差万别的呀。当权重的参数初始化值太小，随着一层一层计算的传递，后面层每个神经元输出的激活值就会越来越接近，也就是方差会越来越小，使网络产生对称性，从而失去学习能力，学习就会失败。当权重的参数初始化值太大，随着一层一层计算的传递，后面层每个神经元输出的激活值的方差就会越来越大。某些激活值过大，就会使 sigmoid 函数 tangent h 这样子的激活函数的梯度接近于0，从而也就无法继续的学习。聪明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了？那就是每一层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的方差，它是不一致的。只要我们能保证每一层输出的激活值的方差和上一层给到它的数据的方差是一致的，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开这个问题的是 Xavier Glorot， 他在2010年发表过的一篇论文 Understanding the Difficulty of Training Deep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的 Xavier 初始化方法，这个方法的结论呢，非常简单，对于均匀随机分布的取值范围是正负之间的6除以前面一层神经元数量加上本层神经元数量，再开个根号，写成公式呢就是这样的，括号里面负的根号6除以 nk 减1加上 nk， 一直到正的开根号6除以 nk 减1加上 nk， 其中 nk 减1是神经网络上一层的神经元的数量， nk 是本层的神经元个数。对于正态分布那就更简单了，均值自然是0，标准差是2除以前面一层神经元数量加上本层的神经元数量，再开一个根号，写成公式就是根号2除以 nk 减1加上 nk。Xavier 初始化适用于使用 sigmoid 或者 tangent h 这样的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而对于使用 ReLU 以及它的变种作为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就要使用和初始化。这里的和不读作英语里面的 he，
因为这个初始化的发明人是一个华人，名字叫做何凯明。核初始化也很简单，对于均匀随机分布的取值范围是正负之间的6除以前面一层神经元数量，再开个根号，写成公式就是这样的。括号里面负的根号6除以 nk 减1，一直到正的根号6除以 nk 减1。对于正态分布，均值依然自然是0，标准差是2除以前面一层神经元的数量，再开一个根号。写成公式就是这样的，根号2除以 nk 减1。好了，初始化权重看着非常复杂，但是结论呢却异常的简洁明了，而且非常的实用，以至于现在编程搭建神经网络的时候，权重优化都直接使用默认设置，而不是程序员，而程序员都不需要专门的去指定了。虽然初始化方法如此的好用，以至于直接变成了默认值，但是恰恰是初始化问题的解决，才使得神经网络有可能向更深的方向前行，才使得今天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的 AI 大模型成为可能。说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啊，除了克萨维亚初始化之外，核初始化之外，还有正交初始化。正交初始化就是在随机初始化之后，把整个神经网络的权重作为一个矩阵，然后再把这个权重矩阵正交化。这里就涉及到很多的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了。限于篇幅，主播这里就不做一一的详细介绍了。总之，正交初始化可以减少网络冗余，也可以减少过拟合的风险。最后也是现在最常用的一种权重初始化的方式，那就是预训练初始化 pre-trained。 什么是预训练初始化？说白了就是直接拿人家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来训练自己的数据。人家训练好的网络显然权重参数都是优化过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数据再去微调一下原本网络的参数，好让原来的网络在你的数据集上也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样你就不用从0开始去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而且能适应你的要求的任务的神经网络了。比如你要做一个辅助驾驶的视觉识别系统，你就可以从一些开源的神经网络模型开始，这些开源模型已经完成了道路视频中的各种车辆、行人、非机动车的识别，而且识别率也已经很不错了。这时你需要做的就是用你的视频数据去训练原来的那个模型，你的视频数据肯定是有你数据的特色的，比如你所在国家的道路标识标牌是不同的，道路上车辆的车牌颜色、数字、字母也是不同的，视频拍摄的高度、焦距等等都可能是不同的。使用预训练过的神经网络可以节省大量的从0开始的训练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省去更多的训练网络所需要的数据。微调一个网络需要的数据和重新训练一个神经网络需要的数据，那可是有天壤之别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预训练权重时，对神经网络模型结构的更改一定要谨慎，对模型结构的更改可能会造成性能的极大下降，甚至可能完全无法对新的任务进行优化。另外，预训练使用的大数据集必须和新任务的小数据集相类似。如果你用人脸识别的神经网络的权重作为你的预训练权重，去微调网络，去完成自动驾驶对道路车辆的识别，那么你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能会超过重新训练一个模型所付出的代价。使用预训练权重初始化对神经网络进行新的任务训练时，常常会使用冻结训练，就是把预训练模型的最接近输入的几层的权重全部冻结住、固定住，
不参与新的任务的训练。这是因为靠近输入一端的神经网络的权重的功能，往往是提取一些最基本的通用的特征，比如直线啦、曲线啦、色块啊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能对相似的数据又往往起着相同的作用。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各行各业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模型，除非你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划时代的 AI 创新，一般情况下我们总能找到一个与你需求类似的神经网络，所以使用预训练初始化权重应该已经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情况了。再说了，现在 AI 神经网络的能力那是越来越宽了，说什么语言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可能留给普通的 AI 工程师做应用的最大的工作就只剩下微调了吧。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啊！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就顺手点个赞，关注一下吧。有问题有疑问或者要纠正主播的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那么我们下集再会。